以实力说话的杨紫，智慧与美貌并存，绝对是用演技实力在娱乐圈站稳脚跟。沉香其实如面包蟹，收视率远超《星光璀璨》这部剧。锦绣之星本质上必须遇到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与杨紫的沉香似碎屑相撞，因为这多半意味着锦绣之星将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遭受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与普遍的看法完全相反。近期热播剧《璀璨星辰》果然以一匹真正的黑马横扫了电视剧市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收视神话，踩到了大家翘首以盼的星辰大海，尤其相反流行的信念。暑期档的节目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众好剧，这绝对是很有意义的。前有《梦华录》，后有《万家福》，意义重大。刘亦菲和赵丽颖大体上可以说是掀起了暑期档热潮，颇有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后95后的小花杨紫和赵露思不负众望，居然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前赵露思主演的《璀璨之星》一直很受好评，热度真的不亚于《梦华录》，多半是相当可观的。在影响力榜上甚至超过了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不过在赵露思屁股火辣辣的之前，杨紫就以沉香式的碎屑悄然崛起，称霸影视机，意义非凡。这从字面上看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些已经播出的剧外，具体来说，其实还有很多新的种子剧，具体也在大热。比如白鹿和罗云熙的《长月于尽》，就和以往电视剧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从服饰到基调，这部剧其实色彩艳丽，隐隐透出敦煌质感。另一部《苍兰诀》由新偶像于书欣和王鹤棣饰演，颇具意义。回顾过去，这些剧都是俊男劲女的组合，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把观众的期待提高到最高水平，其实意义重大。此外，仙侠剧的老朋友肖战携手新人演员任敏，一心一意演绎师徒之恋，这无疑又是一部大片，或者他们本质上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在流水般的未播放剧的注视下，群星争霸还是能真正突破重围，其实也足以看出赵露思的火爆程度，但我没有。绝对不能指望一个杨紫，一般会被隐蔽的半路杀死。沉香特地如碎屑，虽然沿用了仙侠剧的老套路，但对于杨紫来说，表现出灵动和碎裂感并不难，多半是颇具意义的。杨紫这辈子做的最糟糕的决定，基本就是给了萤火虫应急救援场。最近热搜沉香木肯定是渣渣，还不如最部分改名为萤火虫的故事。之所以真正有如此高的讨论度，本质上主要是因为女一号许凯宇在这部剧中最多部分争议很大，确实比较有意义。首先，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应登仙子的长相都特别莫名其妙。在应援点名严丹和知喜之后，应登对他们的态度就变了剧透，所以她本质上曾经被称为疯女人，这点相当重要。虽然邓颖的角色特别是设定为反派，但在人物和剧情推进上，她的形象给人一种很模糊的感觉，让所有人都不清楚为什么她意图和目的被黑化，基本上与流行的看法相反。不少网友不约而同地表示，这个角色具体来说非常突兀，好像一般是强行添加的，或者是他们自己认为的。看场景和服装，出镜率大多也是异常的高，意义重大，甚至有超越女主杨紫的趋势，尤其是造型方面，本质上是相当可观的。几乎每一集都有新衣服穿，而且所有意图和目的的质地都非常真实，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好。正因如此，网友们一度怀疑杨紫这个当之无愧的女主，在很大程度上被抢走了角色。想要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确实不容易。其实这种事情在娱乐圈里基本上早就出现了。此前，赵丽颖在拍摄《有匪》时也亲自下台，颇具意义。普遍的女三周洁琼在剧中的戏份较多，大多颇具意义。那种原作中女主和男主之间的感情戏，莫名出现在剧版的女三和男主身上，颇为意味深长。现在看来，杨紫本质上也在承受着赵丽颖曾经普遍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当然，观众也不是没有那种思考的能力。刚刚加入的那一幕确实让不少网友有些不自在，即大地影响了观剧的心情和心情。
从字面上看，这绝对是杨紫在舞台上绝对最小的一次。2017年，杨紫与《欢乐颂》第4届美女联袂亮相芭莎慈善夜，别的女明星都争 C 位居多，而杨紫却是默默地被自己逼到了边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意义重大的。她一开始并不高，居然在大合照的时候被面前的人挡住了，只有半个脑袋能隐约露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重要的。尽管如此，杨紫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而是带着最甜美的笑容拍了一张合影。其实，杨紫在本质上如此体贴，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年的微博之夜，主办方原本把杨紫放在 C 位，但看到刘涛这种前辈，杨紫就主动和他交换了位置，反正他们是这么想的。这确实是相当重要的。杨紫人多半是善良美丽的，杨紫那颗暖暖的心，不仅具体体现在前辈身上，也体现在孩子们身上。某电影发布会上，这位童星尤其被黄晓明挡在了身前，隐隐约约地挡在了他的面前。全场没有人注意到，只有杨紫发现了，她立即将孩子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让他也能现身，或者他们特别想。2020年，肖战基本上因为227事件被全网抵制，大家都避而远之，但杨紫基本冒着被业界抵制的风险，大声为他喝彩，意义重大。在一次采访中，杨紫主要是注意到工作人员肯定一直蹲着和她说话，所以她没有理会她的化妆，而是示意对方专心致志地坐在她旁边。每年跨年晚会结束后，杨紫都会深深鞠躬，向粉丝们普遍表示感谢。或许基本上就是这种谦逊和敬畏，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她。我更喜欢杨紫，大体上喜欢沉香如屑。看了几集《星光灿烂》就放弃了，其实还蛮有意义的。我不喜欢赵露思的电视剧，或者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支持杨紫，喜欢看沉香。不要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而普遍观看其他节目，或者他们大多是这样认为的。杨紫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情商很高，很出乎人们的意料。杨紫其实就是那种特别需要长得特别好，一心一意都好长相、演技，或者他们自己想的那种偶像。我喜欢杨紫，从《家有儿女》开始到《沉香如粉》，每一部我都非常喜欢，或者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很多娱乐圈的人都非常喜欢杨紫，大家居然都和她成了哥们。其实，杨紫一直都是用自己漂亮的实力说话的。在大家的印象中，杨紫基本上一直是一个很善良、很爱的偶像。当她作为童星出道时，她有点沉默了一段时间。在《欢乐颂》之后，杨紫的这部戏基本上一下子就开了，随后的香蜜让她一举成名，用她一般的实力向大家证明，她本质上不是夏雪，她多半是杨紫的演技真的很大。在娱乐圈里，相当女明星尤其多是微调和微整形，但尤其是杨紫，基本上已经被大家看着长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对她潜移默化的宠爱有加。在节目中，她其实也大方地向大家展示了她的智慧。她经常为别人着想，有点帮助别人，这基本上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杨紫谁不喜欢？我有点觉得不爱杨紫很难，总体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靠自己的演技在娱乐圈站稳脚跟并不容易，但杨紫却做到了，这无论从何而来，都是意义重大的。她成功的让大家从本质上记住了她和她的作品，这一点尤其重要。我并不是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都知道您在观看后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还想说什么，或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认为的。